赖总统，你可以有意识形态，但是你不能没有历史常识，不能没有国际政治的认知。他说中国侵略我们，在我出生之前，在民进党创党之前，他们就开始侵略我们，所以我们要fight，要抵抗，完全抽离历史脉络，进行一个认知作战。那个跟你讲的侵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够昧于国际政治线，裹挟美日来帮你对抗中共。剧本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他对历史的解读，对宪法解读，完全照自己方式。不要被赖清德骗了，赖清德讲的是近乎谎言的谎言。赖清德批中国无视俄罗斯的侵占领土，被俄罗斯的犯人回呛，赖你不要哭。他很想学泽伦斯基，以色列做得到，没有第二个国家做得到。赖清德对国际的知识的认知昧于现实，台湾绝对不是以色列，以色列是美国的老爸，台湾只是美国的小弟。不要用浪漫的想象认为台湾就可以变成乌克兰。美国在检讨台湾到底是不是有战略意义。赖总统，你当烈士就好，不当烈士哦，投向台独建国的使命，那是你个人的使命，不是台湾大部分人的使命。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赖清德批中国无视俄罗斯的侵占领土，结果呢，被俄罗斯的发言人回呛。俄罗斯的发言人叫沙卡洛娃，俄国外交官在国际上向来是非常强悍的。赖清德接受了专访，提到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如果中国确实关心领土完整啊，应该先收回清朝割给俄罗斯的土地啊。俄罗斯外交部呢被问到这件事情，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啊，台湾当局不宜代表北京发言。绿媒就写到这里了。沙卡洛娃他其实继续补充，他说俄国跟中国早在2001年就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明定互相放弃对方的任何领土要求。另外，2004年俄中边界东段补充协定最终解决了整个中俄的边界问题，所以这台湾人可能很不清楚，中俄在2004年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边界问题全部都彻底解决了，所以这跟习近平没关系。但赖清德就继续讲到这个部分啊，为什么不拿回俄国所占有爱魂条约的所签的所有土地？你中国现在可以跟俄罗斯要，可是你也没有，不是因为领土的关系才来侵略台湾呢？并提到说啊，俄国现在处于最弱的状态。沙卡洛娃直接回应，台湾当局领导人无权代表北京发表任何声明，他们也用得很清楚，台湾当局领导人，而且遵守一个中国原则。而且沙卡洛娃呢，除了刚才解释的那些条约之外呢，他另外提到说啊，具建设性来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对于和平统一的提案哦，北京的朋友也采取同立场。台北盯着别人看东西的时候，别高估自己的能耐。受美国人煽动分裂的分裂主义，可以恣意的废教。赖在俄文里面相当于狗吠的意思，他把这两个词一起用。常大人说赖你不要狗吠，这不会带给他或台湾人民任何好处啊。这一次赖清德的这个回应被俄国的发言人狠狠怼了回去，很少见的俄国官方对于台湾问题直接直白的回应。赖总统，你可以有意识形态，但是你不能没有历史常识，也不能没有国际政治的认知啊。这些话都是非常可笑的。爱魂条约割让领土，清朝时候因为是战败的，你战败之后割让领土，签个合约嘛，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的问题只有透过战争外交方式解决。但是台湾跟大陆不是国与国，台湾早就经过日本战败，马关条约还给了中国，当时叫中华民国，谁代表中国？到现在就法理上就宪法上还在争论不休的情况之下，我们对台湾的领土当然是一个中国的范围里面啊，只是我们叫中华民国啊。所以赖总统你不能够把国与国之间的事情拉到两岸的非两个国家的这个问题来谈，这个会贻笑大方。赖清德一直在讲，他说中国从前就要侵略我们啊，在我出生之前，在民进党创党之前，在823炮战他们就开始侵略我们啊，所以我们要 fight， 我们要抵抗。我听到这句话我真的觉得非常可笑。赖清德这句话完全抽离了历史脉络。1949年是国共内战，国民党跟共产党为了争夺一个中国的代表权，但是一个中国之下两个所谓的政党或两个势力在争夺中国的统治权，所以发生所谓的冲突跟战争。那个跟你讲的侵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为什么李登辉总统跟马英九总统8年的时期都没有所谓的你讲的侵略？因为他在一个中国架构之下，双方达成了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叫9·2共识，双方人民可以往来，双方的这个还可以签订23项协议，甚至于领导人最后在2015年还可以在新加坡见面。如果照你的说法，所谓的中国啦哈，我们讲大陆，你讲中国，你认为中国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想要侵略台湾，那你怎么解释为什么习近平愿意跑到新加坡跟马英九见面？怎么解释在李登辉的任内还有签订所谓的这92年还有这样的一个9·2共识quốc安会談，你都不能解释这些，因为你把历史脉络都抽掉了。所以如果一个总统把历史脉络抽掉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在进行一个认知作战，在宣导说中国是敌国，他从以前到现在就想侵略我们哦，在我
赖某人出生前就这样做了，他完全抽掉了历史脉络，他完全否定了原本是一个中国内部内战的延续，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一个互相争夺中国代表权的一个历史的遗绪，完全否定，变成是说他是一个外国要来侵略我们。那你既然侵略我们，你为什么不去讨以前在清朝的时候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完全是鸡同鸭讲、张冠李戴这样的论述，对台湾你就把中国视为敌国。问题是你又不敢真正的去说这个宣布，不敢去修宪，你要拿到国会多数，冻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动容无耻的政客去推动清洗人心、认知作战，然后把所有支持两岸交流的人都打成第五纵队。你要做的不是跟中共对抗，你要做的是台湾内部的清洗。你可以有意识形态，但是你不能够欺瞒历史、扭曲历史，跟完全扭曲现在的国际政治。不过赖清德他向来是这样嘛，他对历史的解读，还包括对宪法解读，他完全照自己的一个方式。不要被赖清德骗了，赖清德讲的是近乎谎言的谎言，他把历史事实扭曲了，他把国际的所谓的领土说、所谓的侵略说，都是他发明出来，要来把台湾导向跟大陆对抗的一个路径图。尤其是中国国民党真的要非常小心，不要去觉得赖清德讲话很有道理，一点道理都没有，你要站出来大声反驳，不能够昧于国际政治现实，不能够没有历史常识，这个是我真的很忧心的。甚至到最后妥协美日来帮你去对抗中共，我觉得剧本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美国在任何时刻他不会容许他认为的小弟反过来要挟他。最近看赖清德的诸多行径，我有感觉是他很想学泽伦斯基跟纳坦雅胡。以色列做得到的事情，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做得到。没有。俄国最弱的时候是去年哈尔科夫大反攻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国际常识？去年6月的时候。所以再次凸显就赖清德对国际的知识的认知昧于现实，过度偏执。第一个，台湾绝对不是以色列，以色列是美国的老爸，我台湾只是美国的小弟，关系一定要搞清楚。美国绝对是事实捍卫的，这个是我个人觉得乌克兰是美国一个失败的实验，透过代理人战争削弱另外一个大国。经过2年的实验证明啊，而且所谓的制裁反而造成美国在世界的金融体系，或者是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信誉上也会受损，神话的破灭。对，三来意外的证明了美国的国力事实上是在下滑哈，所以我个人觉得，我相信美国这样的声音会越来越多哈，特别是乌克兰跟台湾的地理位置跟这个环境完全不一样，而且乌克兰是一个外国，个人只非常的存疑。台湾是一中政策之下，100多个国家都认为一中政策，不要用浪漫的想象认为台湾就可以变成乌克兰。拜登任内失败的实验，到最后搞不好还会被追讨。我预言拜登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评价很低的一个总统。乌克兰事情绝对会是一个惨烈的一个教训跟收场啊。对，但事实上美国现在也有很多声音在反省了，譬如说最近有一篇文章叫做《台湾谬误所》，就在检讨说台湾到底对美国是不是有这么高的战略意义？第一岛链是不是美国需要花那么多成本去维持？用这个高成本低回收来形容，我认为这样的战略的声音在美国绝对不是少数，所以我觉得赖总统绝对要好好的思考这件事情，不能够用浪漫化，以为我们是一个你当烈士就好，我们不当烈士哦。你把台湾变成乌克兰，变成以色列，然后投向这个台独建国的使命，那是你个人的使命，不是台湾大部分人的使命。作为中华民国总统，请你要有这个认知。